其实我个人在这19年的经验很多经验其实是跟悠悠绑在一起的。也就是说，每当一个悠悠有这个缘分，我们在一起上课或者面对面聊天的时候，对我来说，事实上他所有的故事都像是我的老师一样。他为什么会这样？他为什么会那样？他吃了药之后的反应，他又试了什么样的方法？每一个过程当中，其实对我来说都是值得学习的。这个开始肯爱这条路呢，有2个原因。第一个呢，就是说我们去看医生都要等很久，一等呢等1-2个小时，然后呢常常就看到同一批人。今天你又来了，眼熟了之后就会开始聊天，就是说，那你今天医生跟你说什么？你吃什么药？那你这个礼拜怎么过的？慢慢，那不认识的人都熟了，所以开始的所谓的病友团体呢，事实上呢，就是从等候室开始。那另外一个因素就是因为我在忧郁症之前很长一段时间也是在公益界服务嘛，那我就想说，那我能不能找一个就是社福单位那么有人愿意做忧郁症关怀的，那么我也可以在那个地方就是寻找帮助嘛但老实说，那个时候做这个忧郁症的单位真的非常少。肯爱协会呢是台湾第一个病友团体。大家对于这么复杂的疾病，再加上当时社会的污名化，要真的着手在关心这个族群呢，确实是很不容易。起步很艰辛是真的，就是我一个人要找路一定是很困难，但很多人一起找路的话，我们就有机会找到不同的方法。毕竟对忧郁症的朋友，当时的情况就是说，会抓老鼠的都是好猫啊，所以如果说是药物啊、心理学啊或其他各种方式都能够帮助我们从减压、疗愈到进化，那为什么我不学习跟试试看？我们最近在新闻当中看到，就是说艺人朋友因为 MeToo 事件提到了童年创伤，对不对？那我们也看到，就是 Coco 的事件，让我们很心碎的这样的一个朋友呢，没有说再见就离开了，他几乎就是在忧郁症的起点跟终点。起点来自于童年的创伤，终点却是这样的告别，让我们都值得，就是说，在这样的一个故事里面重新审视跟反思，就是说，不管于社会或于我们个人，我们得尊重这个疾病，它有它的多变性所以光是这些多变性、复杂性、它的主题性，我们都要基本来了解。当我们面对忧郁的时候，我既要主观的同理，我又要客观的陪伴。也就是说，我要这个同理你的情绪跟感受，但是我不能够完全被你的情绪拉走。光是倾听这件事情，我如何呢？当我听到你，比方说你各种的情绪在这个发展的过程当中，我不会一边听一边被吓到这样子，或者是说我掉进去等等的情况，我要又能够很专注，然后慢慢的听你所叙述的过程当中，我要能够心能够安在，然后接引你的话进去，再把你接出来。那么光是这个陪伴跟倾听呢，它其实背后是有极大的智慧跟学问，是可以学习的。那我记得以前那个时候，我们刚开始出去分享然后演讲希望大家关心这个降低污名化的时候，我记得有一个长辈那个非常胖胖很有力量的长辈，他站起来就跟我说：“我跟你讲忧郁症都是小病啦、神经病啦之类的，你知道吗？”但是我们要知道，在那个年代，我们得理解他有他的成长、文化教育的背景。这样子，那有些现象呢，对于我们个人来说，我们可能知道，但是不见得有力量改变。我的建议是要拉回来对照自己，我如何找到一个重新的看法去面对。比方说，以我现在来看当时的那位长辈，我就不会再陷入就是他跟我是对立的，而我需要在这个地方反思，然后寻找到一个可以和解以及协和的方式，
去让自己能够身心平安嘛。我的身体免疫力够强，我不容易感冒，对不对？我心灵的免疫力够强，我就不容易陷入这些负面情绪的一些困扰。做这个疗愈，从自己的身心开始，我们身心稳定了，面对目前这个阶段各式各样的我们所依旧还存在的这些污名或瓶颈，我们能够找到自己属于自己的脚下的这一步的力量。